各位老铁，家人们，今儿咱唠一本让人一听名字就脸红，但真看懂了能让你后脊梁骨发凉，脑瓜子嗡嗡作响的神书《金瓶梅》。很多人一听这名儿，脑瓜子里嗡一下，先跳出来的不是文学，不是人生，全是那点不可描述的男女之事。哎呦喂，你可快拉倒吧！你要是只盯着那点风月看，那你可真是买关注白瞎了这本奇书了。这本书最尿性、最可怕的地方，根本不是什么下半身那点事儿，而是他把人心、银子、权力、婚姻、欲望、脸面全都扒光了、摊开了、揉碎了给你看。他写的哪是明朝的古人啊？他写的就是今天咱身边那些在酒桌上称兄道弟，在办公室里勾心斗角，在半夜里愁得睡不着觉的现代人。他把一个人怎么被欲望牵着鼻子走，一个家怎么被利益慢慢掏空，一个社会怎么把活生生的人逼成算盘和猎物，写得太真了，真得让你不敢细琢磨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把名著讲成人心，把故事讲成日子，把古代事儿用现代梗给你扒的底儿掉的内容，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一句你最想听懂《金瓶梅》里的谁，也顺手点个订阅。咱这就直接进正题，不扯犊子，直接上硬菜。咱先把男一号西门庆拎出来。一说西门庆，很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三个字：花心鬼、大渣男。这看法太浅了，属于没看懂人家的商业模式。西门庆最要命的地方，从来不是色，而是他身上那股子永远填不满的扩张欲。你把他放今天，他绝对不是那种躺在沙发上刷手机、空想发财的废柴，他更像那种一边做生意搞融资，一边拉关系混圈子，一边投项目搞并购，还得挤进 EMBA 总裁班的狠角色。他不是单靠祖产躺着数钱的富二代，他会盘算，会借势，会塞钱，会讨好，会翻脸，也会在机会来之前先把门踩熟。他最擅长的不是享受，而是把一切都变成资源。女人是资源，婚姻是资源，朋友是资源，官场是资源，饭局是资源，连送礼和吃酒都不是单纯热闹，而是下一桩买卖的前夕。这个人最像现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不知足。你给他一间铺子，他想要2间；你给他一门生意，他还要搭上衙门；你让他在县里有点脸面，他很快就会想要省里的位子。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西门庆让人不舒服，不是因为他坏的离谱，而是因为他太像现实里那些精力旺盛、手腕灵活、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，而且永远在往上拱的人。他可怕就可怕在，他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恶人，他很会做人，很懂分寸，很会送温暖，也很会送银子。他能让下人觉得他大方，让官员觉得他懂事儿，让女人觉得他有情，让兄弟觉得他够意思。可这层层关系背后，真正驱动他的从来不是情义，而是占有。为什么他要这样活？因为他心里其实很空。一个真正笃定的人不会什么都抓，越是拼命抓的人，越说明他怕失去。西门庆最深的底色不是快乐，而是慌。他知道钱能买路，权能挡灾，女人能给他虚假的胜利感，所以他什么都要。可问题是，靠这些东西堆出来的安全感永远不牢。你今天拿下一个人，明天又会担心另一个人跑了。你今天攀上一层关系，明天又怕被更大的关系压住。你今天赚了一笔，明天又会怕别人赚的比你多。于是他只能继续往前跑。表面看是他在享受，实际上是欲望牵着他鼻子走。他不是在做主人，他是欲望的伙计。金瓶梅真正高明的地方就是他不把西门庆写成一个平面的坏种，他让你看见这个人怎么一步一步把整个生活都变成一门生意。很多人这一辈子外面忙的是赚钱，心里忙的是证明自己。为什么要买更大的房子？为什么要坐更好的位子？为什么要人前体面？有时候未必真是为了用，而是为了心里那口气。西门庆就是把这口气活到了极致，把人性里想赢、想多占有、想压过别人的那部分养得太肥了，肥到最后他自己都控制不住。接着你再看潘金莲，这娘们儿最容易被一句坏女人、毒妇给打发掉。可金瓶梅偏偏不让你这么轻松，她最厉害的刀法就是她会逼着你去看一个你明明讨厌、明明膈应的人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潘金莲当然狠，当然毒，
当然会算计，也当然做过不能洗的恶事。可你若只看到结果，不看他怎么被推到那一步，你就看不懂这本书最深的残酷。他不是生下来就能作恶的，他是先被这个世界当成一件货物，卖来卖去，推来推去，再慢慢长出刺的一个年轻漂亮、有点聪明，也有点不甘心的女人，被扔进一个没有出路的日子里是什么感觉？她不是看不到自己的漂亮，不是感受不到自己和周围人的差距，恰恰因为她看得到，才更痛。最怕的从来不是穷，而是你隐约知道自己不甘心只过这种日子，可偏偏命运又把你死死按在这里，那种感觉，很多人今天其实也。一个人若从来没见过别的生活，也许还能认命，可若你偏偏见过一点好，闻过一点香，知道外面有更亮的地方，你在被关回狭小逼仄的日子里，心里的火就会越烧越旺，心里头早就长草了。所以潘金莲看到西门庆，不只是看到了一个男人，他更像是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门缝。那门缝后面有体面，有富贵，有可以翻身的可能。他扑过去，不只是因为喜欢，不只是因为欲望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手里几乎没有别的牌了。娘家靠不住，出身拿不出手，钱没有，地位没有，往上走的正当道路也没有。他能动的只剩下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聪明，自己的心狠。你当然可以骂他，但你也得承认，那是一条被逼到极窄，时常有人会走的路。他的问题不是不懂对错，而是他太怕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他宁可变坏，也不想烂死。但真正可怕的，不是他迈出了那一步，而是他进了西门府以后才发现，自己以为走进的是富贵，实际上走进的是一个更精细、更残酷、更不讲情的斗兽场。很多人误会《金瓶梅》，以为他写的是一群女人争风吃醋、扯头发丝吧，其实远远不止。西门府本质上就是一个靠男人权力维持的资源分配中心，这里每个女人都不是单纯来过日子的，她们各自带着不同的出身、不同的资本、不同的筹码进来。吴月娘有正式的名分和门第体面，那是有编制的正宫；孟玉楼有钱有嫁妆，进门就是带资进组；李娇儿有旧日风月场上的手腕，也有自己攒下的底；李瓶儿更不必说，她带来的不只是柔情，还是大笔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。那潘金莲有什么？说到底，她只有西门庆一时的偏爱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潘金莲进府后越来越像一只随时炸毛的猫，不是因为她天生爱闹，而是因为她最没底，别人失去一点宠，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垫着，她一旦失宠，就真是什么都没了。在那样一个家里，宠爱不是浪漫，它是他唯一能换饭吃、换地位、换尊严、换未来的生存资源。你把爱变成资源，人就会变形。今天很多人嘴上爱讲感情，可真到利益分配的时候，谁都知道，感情一旦和位置、钱、脸面绑在一起，就很容易变味儿。潘金莲就是被这个机制慢慢逼成一个不能停也不敢停的人。他越争，越说明他怕，越狠，越说明他底子薄。他像个天天要保住工位的人，看见谁更得老板欢心，心里就像着了火，脑门都绿了。所以他那些刻薄、争宠、挑拨，甚至后面越来越恶毒的手段，当然是错。但他不是平地起雷，他是极度的不安全感里长出来的。你若把西门府看成一个竞争激烈、位置有限、靠男人一句话决定分配的封闭系统，你就会明白，他每一次发作背后都是生存焦虑。越没退路的人，越容易在争夺里露出难看的一面。接着就得说李瓶儿。金瓶梅最让人心里发堵的地方，就是她偏偏要在这样一个处处算计的世界里，放进一个有柔情的人。李瓶儿不是完全无辜，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选择，但跟府里大多数人比，她身上确实保留了某种温和。她不是那种见人就斗、见风就扑的人，她有钱却不靠钱压人，有心却不把心挂在嘴上。她进西门府之后，最容易让西门庆松下了，不是因为他最会勾人，而是因为他少一点锋利，多一点安稳。对一个外面整天绷着弦、装孙子的人来说，这种情绪价值本身就有极大吸引力。西门庆对潘金莲更多是迷、是欲、是刺激，对李瓶儿他反而生出一点类似依恋的东西。
因为李瓶儿让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会赚钱、会应酬的机器，他在他那里还能像个人，像个会被疼、会被安慰的人。可恰恰因为李瓶儿带来的不只是情，还有钱，还有真正能稳住西门庆心神的能力，所以他的存在对潘金莲来说，立刻就从竞争者升级成了致命威胁。潘金莲最怕什么？最怕自己在西门庆那里失去不可替代性。以前他还能靠颜色、靠趣味、靠新鲜劲儿顶着。李瓶儿一来，局势全变了。人家不只是能让西门庆舒服，手里还真有银子，还懂分寸，还不处处张牙舞爪。这样的对手最可怕，因为他不需要像你一样跳着抢，他站在那儿就已经赢一半了。这里就是《金瓶梅》最冷的一层了。他告诉你，在一个资源分配极不平等的环境里，人的好坏根本不是决定胜负的核心。很多时候，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稳住位置的，是他带了什么进场，他有没有兜底的东西。李瓶儿之所以能相对从容，不只是因为他性格温柔，也是因为他手里有本钱。潘金莲之所以动不动就要拼命，不只是因为他性子烈，也是因为他没本钱。这一点放到今天也一点不过时。一个手里有钱、有退路、有家底的人，当然比没退路的人更容易温和。很多所谓的好脾气背后其实是安全感，很多所谓的狠，不过是没底的人在乱扑腾。然后官歌出声，整个西门府真正的生死局就来了。你要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一个儿子的意义不只是血脉，而是权力结构的硬支点，是核心资产落地。一个女人若能生下被看重的儿子，他在家里的位置立刻不一样。西门庆对这个孩子的喜爱，等于在公开告诉所有人，李瓶儿不只是受宠，他还可能把未来都抓在手里。那对潘金莲来说，这已经不是争宠，是生死线被人挪走了。前面所有的不安到这里都被点爆了。他不是看不懂局势，他恰恰太看得懂。所以他知道，只要这个孩子稳稳长大，自己以后在这个家里就越来越像边角料。金瓶梅高明就高明在这里，他不拿雷霆手段来吓你，他写的是一种慢慢压、慢慢磨、慢慢把人逼向深渊的恶。书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，不是潘金莲忽然做出什么惊天大事，而是他开始把恶意做成日常，敲山震虎，指桑骂槐，打狗骂鸡，让你怕，让你烦，让你惊，让你好。真正的毒有时候不是毒药，是环境。李瓶儿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她太软，她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儿，她是不敢狠狠干回去。她忍，她让自己往肚里咽。可在狼群里，光有善良没用，你若没有边界，没有獠牙，没有保护自己和孩子的硬度，你的温和就会被当成软弱。很多中年人读到这里都会心里一紧，因为现实里太常见了。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个好人，怕冲突，怕翻脸，结果到了关键时刻，最先吃亏的就是你和你最在乎的人。孩子一死，李瓶儿整个人就塌了。人是先心死，身子在跟着散，他前面所有的盼，所有的柔，到这一步全断了。李瓶儿死时，整个西门府看起来还热闹，银子还在流动，饭照吃，酒照喝。可对西门庆来说，那个能让他稍微像个普通人的地方没了。这也是西门庆后面走向失控的关键。很多人把他的死看成纵欲过度，表面上没错，深一层却不够。真正把他往毁灭里推的是丧失之后的空。一个人若一直靠外面的热闹顶着，内里其实是脆的。李瓶儿死后，他原来用来压住空虚的那点温情也没了，于是他不是更收，而是更放。他开始更疯、更急、更没节制。很多人都见过这种状态。一个人失去重要的东西后，不一定会哭，有的人恰恰会更热闹、更拼命、更放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敢停，一停痛就上来了。这时候的西门庆看起来还是西门庆，实际上已经是一辆刹不住的车了。欲望前面是他用来上升的工具，到了后面，欲望直接反过来吃他。他不再只是想赢，而是离不开刺激本身。他以为自己一直在拿，其实到后面他是在用命抵押。接下来西门庆一死，整本书立刻从欲望戏转成了人心戏。你前面看他家大排宴宴，热闹的不行，
会以为这棵树根深叶茂，等树一倒，你才知道原来枝叶底下全是各怀鬼胎。平时围着他转的人，有几个是真情？那些酒桌兄弟，那些口口声声喊大哥的人，等他一闭眼，谁还管你旧日情分？有人立刻转身，有人马上撇清，有人干脆趁乱下手。以前你有权有钱有用，别人围着你不一定是你可爱，只是你有利用价值。等这个价值没了，人情立刻现原形。西门府的乱不只是因为少了个主人，更因为这个家本来就不是靠信任撑起来的，他一直靠一个中心人物的掌控和分配勉强维持。一旦这个中心没了，所有压制的矛盾都会一起往上冒，下人开始偷，外人开始骗，熟人开始捞。你看着会觉得冷，但现实里很多组织、很多关系、很多看似牢不可破的圈子，不也都是这样吗？平时大家都好，是因为有人压着，有资源流动着，等资源断了，感情就要接受最现实的检验。吴月娘这时候的难也特别值得讲。很多人看她只看到她稳，看到她不闹，可真正站在她的位置，你会发现她过的根本不是什么舒服日子。西门庆活着时，他要收拾后院，要看住账本，要忍很多事。西门庆一死，他又要扛丧事，扛门面，扛外头的债，扛里头的乱。他身上那种传统大富的稳，不是天生慈祥，而是一种被位置逼出来的硬撑。他当然也会清算，也会绝情，因为到这种时候心软就真撑不住这个门面了。而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，反而一下子露出了他最可悲的一面。前面他一直斗，一直抢，一直觉得只要抓住西门庆，自己就还有未来。等西门庆真没了，他才发现自己这些年的拼命，没有给自己拼出一条真正独立的路。他没有家底，没有盟友，没有退路。他最会抓的那个男人一死，他整个人立刻变成风里的一片叶子。这一点非常残酷，也非常现实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把希望寄在别人身上，寄在某个男人、某份工作、某个老板身上，等那个支点一没，人就站不住了，他最后被赶出去，重新落进那种任人处置的境地。这个闭环太狠了，他从被卖开始到被卖结束，中间看似翻身了，结果最后兜了一圈，命运还是把他打回了货物的位置。他前半生最怕的就是被人决定，可他后半生做了那么多事儿，最后还是没逃掉别人一句话就能处置他的命。潘金莲最大的悲剧不是他坏，而是他一直想借力，却从没真正长出能让自己站稳的力量。再看春梅，就更能看懂《金瓶梅》为什么不只是一本讲一代人的书。他写的是循环，旧的人倒下，新的人上来，位置换了，衣裳换了，可底下那套逻辑没变。春梅比潘金莲更狂更放，也更知道怎么踩着人往上走。他的确翻上去了，看起来替前面那些女人出了口气，可结果呢，他还是走上那条老路。他拥有之后也守不住分寸，他也把日子活成了不知收口的样子，于是他后面还是掉下去。这就是《金瓶梅》最狠的一点，他不相信一个人靠侥幸换个位置就能换掉自己和世界的逻辑。若环境还是那个环境，人心还是那个人心，你今天踩着别人爬上去，明天也可能在同样的地方摔下来。读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问，那这本书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？难道就是人都坏，世道都烂，谁也逃不掉吗？若只是这样，它就不值得一读再读了。《金瓶梅》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让你绝望，而是逼你清醒。他把话说得很冷，但冷不是为了把你推开，而是为了让你看清很多我们平时不敢细想的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比如钱当然重要，但钱一旦变成唯一的安全感来源，人就会永远不够。比如权当然能护身，但若你把价值全压在权上，一旦失势，外面那些笑脸翻得比谁都快。比如爱本来是温暖的，可若你把爱变成生存筹码，变成抢位置的唯一资本，爱就会变得又重又毒。金瓶梅最像镜子的地方就在这儿，它照出来的不只是古人，我们今天谁没有一点西门庆？想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最好别人没有，只有我有。谁心里没有一点潘金莲？看见别人比自己稳，比自己有退路，心里不是滋味。谁又没有一点李瓶儿？
明明想温柔，想好好过，最后却发现光有心软不够，谁又没有一点吴月娘？明明很累，还得撑着不能倒。你若这样看，就会发现这本书根本不远。它讲的是古代的大院子，也是今天的职场、婚姻、饭局、人情网络。西门庆今天不一定站在药铺门口，他可能站在办公室落地窗前，心里想着下一笔投资，下一次翻身。潘金莲今天不一定住在阁楼里，她可能困在一个没有爱的婚姻里，或者困在一份随时会被替代的工作里。李瓶儿今天不一定抱着关哥掉眼泪，她可能是那个把心掏出去，以为温柔就能换来安稳，最后却被一点点耗干的人。吴月娘今天也不一定是大娘子，她可能就是那个家里人人都靠着她，却没人真正问她累不累的中年女人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本书写的不是艳，不是奇，而是现实的底色。人活在关系里就会有计算，人活在匮乏里就容易生。人一旦没底，就会想抓人、抓钱、抓位置。可最危险的不是这些念头本身，而是你慢慢开始觉得，只要拿到了那些东西，自己就真的能安。西门庆到死都没安，潘金莲争了一辈子也没安，李瓶儿有钱有爱，最后也没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的东西再多，都只能暂时压住心里的慌。真正的稳，不是你抓住多少，而是你会不会在某个地方停手，会不会在某个时刻认清什么东西是该拿的，什么东西是拿了会反过来吃你的。很多中老年朋友会比年轻人更能读懂这层。年轻时总觉得等我有钱了就好了，等我孩子大了就好了，等我买了房子就好了。可日子真走过来，你才知道外面的坎儿一过，里面的慌未必自然就没。金瓶梅厉害就厉害在他不骗你，他不跟你讲只要努力就一定圆满，也不跟你讲坏人都活不长，好人都会得善终。他讲的是更难听也更接近真相的一件事。很多悲剧不是因为一个人十恶不赦，而是因为人在欲望、恐惧、攀比、不安和环境夹击之下，很容易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向失控。这本书最珍贵的不是他写的大胆，而是他写的清醒。他让你明白，真正值得怕的不是别人坏，而是自己在某种处境里也可能一点点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。你以为自己永远不会为了点利益去陪笑，真到要养家时不一定。你以为自己不会嫉妒，真看见别人轻轻松松拥有你拼命都够不着的东西时，心里未必没有刺。你以为自己不会像西门庆那样没完没了的追，真尝到赢的甜头后，也可能不想停。金瓶梅不是站在高处骂人，他是拿灯照着人，让你看见泥在哪里，黑洞在哪里，绳子又是从哪一刻开始一点点勒紧的。再往深处说，他还让人明白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，人若一直把幸福压在外物上，最后一定会累。钱当然要有，体面当然重要，日子当然要过好，可若你把它们全当成自我价值的来源，那你永远会活在比较和不安里。西门庆就是最极端的例子，他拥有的越多越停不下来。潘金莲也是，他明明已经从原来的泥潭里跳出来了，可只要旁边还有比他更稳的人，他就还是不甘心。李瓶儿则是另一种，他把安稳压在男人和孩子身上，结果一断，他整个人就散了。不同的人压的东西不一样，结果却都通向同一个地方，就是把心放在外面，最后心也跟着外面的风雨一起乱。金瓶梅的最后，所有热闹都散了，所有人都走了，所有争来的、抢来的、算来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留下。那一刻你才会懂，这本书并不是要你看完之后觉得人生没意思，恰恰相反，它是在提醒你别把命全花在那些最后带不走也留不住的东西上。不是叫你不赚钱、不争取、不过日子，而是叫你别把自己也赔进去。你可以努力，但别努力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。你可以想过得好，但别好到最后心越来越硬，夜越来越睡不着。你可以要体面，但别为了体面把最基本的真心和平静都弄丢了。读《金瓶梅》，读到最后最打动人的其实不是哪一段风月，也不是哪一次斗法，而是那种看透之后的沉。它让人明白，世上最难的从来不是拿，而是知止。最难的不是赢过别人，而是别把自己活成一把一直绷着的弓。最难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你，而是你能不能在热闹里留一点清醒，在焦虑里留一点分寸。
在日子逼你往前跑的时候，心里还知道什么才是真正不能丢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再问《金瓶梅》到底是什么书，你可以告诉他，它不是一本拿来偷看的闲书，它是一部写给成年人的人性实录。它写透了钱会怎么变成权，权会怎么变成瘾，爱会怎么变成筹码，家会怎么变成战场，热闹会怎么变成废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写透了一个人若一辈子都在往外抓，最后很可能什么都有过，却从来没有真正安稳过。说到底，《金瓶梅》最有价值的地方，不是他敢写欲望，而是他敢把欲望写到最后。很多故事停在得到，所以让人误会得到就是胜利。《金瓶梅》不停，他一直写到你看见得到了以后会怎样，抢赢了以后会怎样，爬上去了以后会怎样，风光过后会怎样，死了之后又会怎样。他把全过程都摆给你看，正因为看完全过程，你才会知道人生真正要学的不只是进，更是退；不只是拿，更是放；不只是会争，更是知道什么不值得争。愿你读完这本书，不是学会更会算，而是学会在该停的时候停，在该醒的时候醒。愿你看透人情世故之后，不是变得更凉，而是更知道怎么守住自己那一点暖。愿你明白，繁华从来不等于归处，拥有也不一定等于安稳。人这一生最难得的不是风光，而是心不乱。金瓶梅讲到最后，留下来的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劝善，而是一句更沉也更有用的提醒。人可以在红尘里过生活，但别把整颗心都丢进红尘里，要不然啊，你走得再远，拿得再多，最后也还是会像书里那些人一样，热闹散尽，只剩一地空。就这个故事，你就听一听，一个不吱声。咱们下回接着唠。